夏日炎炎，我带老婆和儿子来到山涧戏水，有个熊孩子扮水鬼，害我儿子差点溺水，之后又抢他水枪，拿石头砸他。熊孩子的父亲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把掌扇在我儿子脸上，导致耳膜穿孔。他不仅没有愧色，还叫嚣道：打你怎么了？老子有钱有人脉，一个指头就能弄死你们全家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上一个说过这句话的人已经进了 ICU。我是一名长途货运司机，今天难得休息，于是带家人来到山涧露营。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，儿子跟一群光屁股的小孩在那儿捞鱼游泳。我们两公婆躺在月亮椅上煮茶，怡然自得，凉风徐徐。我打起了盹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吵杂的声音把我惊醒，有人溺水了，快来人啊！我猛然看向水潭中央，儿子的身影在水中沉沉浮浮，他拼命挣扎着，双手不停拍打水面，溅起大片水花。儿子！我大叫一声，不顾一切跳进水潭里，将溺水的儿子救了上来。经过紧急抢救，儿子总算清醒了过来，好在并无大碍，只是肺里呛多了几口水。老婆用毛巾给儿子擦拭身体，给他灌了几口热茶。儿子缓过神来，对我们说：爸，刚才水里有水鬼拽我的脚，我游不动。然后水鬼，我蹙起眉头问小孩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面面相觑。一名年长些的小孩说，刚才有个野蛮的熊孩子潜在水底拉人的脚，导致儿子溺水。我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问他是谁，还认得吗？小孩指着水潭边穿青蛙泳衣的小胖孩。此时小胖孩也觉察到我在看他，嘴角一扯，露出恶意满满的笑容。没有多想，我冲过去扯起熊孩子的衣领，是你扮水鬼搞我儿子的。叔叔，你可别冤枉我。我爸说没做过的事不能乱认，就算身边有狗乱吠也不要害怕，别不承认，已经有人看到是你搞的鬼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小胖孩突然大叫起来：爸爸，大灰狼打我，谁敢打我儿子？小胖孩喊完，一名肥硕的男人冲上前，粗鲁地推开我。又是你！男人厌恶地瞥了我一眼，笑道：看来今天你是跟我们家杠上了。这父子俩我认得，1个小时前还跟他们发生过口角，起因是一个西瓜。当时我正在切西瓜，小胖孩毫无礼貌地伸手讨要西瓜吃，老婆好心给他一块，他反打拍在地上，嚷嚷着要一整个西瓜。我也第一次见到这么没教养的小孩，当即喊他滚蛋，结果他抱起西瓜摔在地上，哭喊道：爸爸，大灰狼打我。很快男人出现，你个死矮子，敢打我儿子！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倒打一耙的家长，我很是反感，指着地上摔烂的西瓜说：讲讲道理，是你儿子摔烂我家的瓜在先，一个烂瓜值几个钱？我儿子看上你家的瓜是看得起你，别不知好歹。说着他从皮包抽出2张红钞甩我脸上，诺，拿钱赶紧滚人，别跟条狗似的乱吠。更令人恼火的是，小胖孩脱下裤子，当着我的面在摔烂的西瓜上撒尿，以此来挑衅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简直就跟畜生无异。我气得牙痒痒，垂在两侧的拳头死死攥紧，要不是老婆拉住我，我早就冲过去揍他们一顿。你儿子害我儿子差点溺水，今天无论如何都得给个说法。面对畜生丑陋的嘴脸，我一句话也不想多说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儿子干的？老畜生问儿子，儿子干了吗？小畜生睁着无辜的眼睛，没啊，他冤枉我，是他自己笨，不会游泳，赖在别人头上。一名小眼睛的胖女人指着我的鼻子，你可别冤枉我儿子，我儿子在学校里可是3好学生，次考试都拿第1，怎么可能害你儿子？是啊，我还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。小畜生开始装起3好学生，我差点气笑了。围观的人群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一名面善的大姐说，确实是你儿子干的，刚才我都拍到了。大姐在手机上点了几下，递给我看，视频里是小畜生狡诈的大胖脸，他一头扎进水底，专门整蛊其他小孩，小孩们都离得远远的。最后小畜生游到儿子身边，趁他不注意，从水底使劲拽他的脚，导致溺水。我越看越气，人证物证齐全，你还想狡辩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视频是不是伪造的？老畜生还死不承认。我拿起手机，在8号界面按下110，那行，报警，让警察来判断。老畜生眼角抽动了几下，抢过大姐的手机拿来，我检查下视频是不是合成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别正经说瞎话。大姐也是被气到了。老畜生在手机上点了几下，随后嘴角一歪，嗤笑道：视频在哪呀？我没看到哦，我看正经说瞎话的是你们吧？哈哈哈！我抢过手机，发现视频已经被他给删了。大姐气得直跳脚，你这人简直无赖，无赖又怎么样？现在物证没了，至于人证吗？老畜生赤裸裸地威胁道，不关你们事的最好闭嘴。你们知不知道得罪的是谁？老子不仅有钱，还认识局里的人，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你们。为了增加说服力，他还特地拿出奔驰车钥匙在众人面前晃晃。你们别不信，老子开的车都抵你们一套房子，别不知好歹。这话很有威慑力，加上老畜生膘肥体健，一脸凶相，没人再敢吭声，就连心善的大姐也朝我露出歉意的讪笑，带自家小孩悻悻离开了。老公，他们有钱，我们斗不过，这事还是算了吧。老婆拉着我，爸爸，欣欣没事了，你别再生气，我们换个地方玩。儿子也劝我，望着老婆儿子，我屈辱地低下了头，缓缓放下手机。好，爸爸答应你，为了家人，这口气我忍了，废完了就赶紧滚吧你们，哈哈哈！老畜生一家在身后肆意嘲笑着，我充耳不闻，带家人收拾东西离开，换了个地方露营。我捧起溪水，用力拍打在脸上，冰冷的凉意很快让我平静了下来。我抱住儿子肩膀，儿子，你记得爸跟你说过的话吗？记得。儿子点了点头，遇到霸凌不能怂，要毫不犹豫的反击，学会保护自己。没错，如果你再遇到有人欺负你，一定要狠狠反击回去，如果打不过，要马上告诉爸爸，知道没？
儿子用力地点着头，我抬头看向老婆，还有，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爸爸不在时，你要学会保护妈妈。我紧紧拥抱老婆和儿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发生溺水事件，我变得小心翼翼，视线始终停留在儿子身上，一刻也不敢松懈，全程陪在他身边玩耍、捞鱼、垒石块、打水战。欢笑声很快便消除了我的顾虑。老婆在溪边向我们挥手，老公，欣欣渴了，你拿水给她喝，来喽。应了声，我便上岸拿水壶，顺便喝了口热茶。仅仅只是离开儿子视线几分钟，远远就看到小畜生在跟儿子争执，水枪是我的，我看上的就是我的，你必须给我，不然我打你呀！小畜生明目张胆抢儿子的水枪，儿子不肯，两人拉扯了起来。小畜生争不过，捡起地上的石头砸在儿子额头上，鲜血渗出。儿子不甘示弱，用水枪反击对方，狠狠砸在小畜生手臂上。你走开，我不怕你，不许你抢我的东西！两人扭打在一起，猛然间，一道山丘般的影子出现，一把掌扇在儿子脸上，儿子被巨大的劲道拍飞，翻滚了出去。我懵了，冲过去抱起儿子，只见他脸颊红肿，深红色的掌印挂在脸上，耳道缓缓渗出鲜血。我朝老畜生咆哮，又是你这个畜生，我们都离你远远的，为什么还来搞我们？老畜生啐了口唾沫，这地儿是你家的吗？老子爱在哪就在哪，你瞪什么瞪？不服气，过来打我呀！我彻底怒了，全身的细胞都在咆哮着让我揍扁他们，但理智让我选择了报警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有人蓄意伤人，打伤我儿子，地址是……对，麻烦你们过来一趟。警察回复说20分钟左右能到，让我尽量待在原地，保护好自己。见我报警，老畜生不仅毫无惧色，还叫嚣道：“别以为报警我就怕了你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抓的人也会是你。”这时候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群，议论纷纷，打人是不对的，而且你一个大人居然对小孩子动手，更不对了。看，把小孩都打出血了，赶紧带去医院检查下吧。你们吃饱了撑着吗？一天天的尽管闲事，老畜生见有人指指点点，吼了一嗓子，就要带儿子离开。我拦住他，别走，我已经报了警，这事没了结前，你们不能离开，你还想限制人身自由？他执意要走，我伸手过去抓他，他立马抡起拳头砸在我眼睛上，我被打得眼冒金星，一只眼睛淤青，一咬牙我就要冲上去跟他拼命。老婆喊我老公，欣欣有点不对劲，你快过来看。顾不得老畜生，我急忙跑过去抱起儿子，他脸白得可怕，耳朵血越流越多。爸爸，我听不见了，耳朵好疼。儿子从来也不会喊疼，从小到大哪里摔伤磕碰，他都是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这一次他是真的疼了，见儿子痛苦的表情，我慌了，急忙脱下衣服，摁住伤口，试图止血，鲜血染红了衣服。这里有没有医生？快来人啊！我朝人群歇斯底里的大喊，我是医生。一名戴眼镜的男人过来，两指撑开儿子的眼皮观察瞳孔，然后又检查耳朵。片刻后面色一沉，情况不妙，耳膜穿孔导致血管破裂，有休克的征兆，你们得赶紧送到医院去。老婆吓得哭了出来，泪如泉涌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抬头怒视老畜生，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他讥笑，哼，装的倒是挺像的，老子不过就是轻轻一拍就说不行了，你他妈纸扎了吗？老公，他们肯定是想讹人，骗咱家的钱，借命一条而已，没事，就算真死了人，咱家也赔得起，100万、200万，小意思。妈妈，我要他手里的水枪，你给我抢过来！畜生一家不停讥讽着，你们还笑得出来？出了人命，你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医生替我们打抱不平，随后催促道：“抓紧吧，往山外开20公里就有医院，你们开车来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送你们过去。谢谢医生，我们有车，这就走。谢过医生。”我抱起儿子准备离开，老畜生拦住我：“哎，你不是报了警吗？还叫我别走，现在怎么自己跑了？滚开！”我朝他怒吼。儿子危在旦夕，我已经没心情跟他继续耗下去，用肩膀狠狠撞开他，跑向车子，耳边传来老畜生咆哮的声音：“你他妈的敢撞老子，有种别跑，老子一巴掌扇死你！”等上车启动车辆后，我才发现前方有辆奔驰大 G 违停，横挡去路。靠，谁的车？我焦急地跑下车，循着大 G 挡风玻璃上的电话打了过去：“你好，麻烦你过来挪下车，我赶着去医院。”电话那头简单回了个好字，便挂掉电话，声音很熟，我突然有不好的预感。等了几分钟，当再次看到老畜生的身影时，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看到我，咧嘴一笑：“哟，原来是你打的电话，真是巧了。”他挑衅地掏出车钥匙按了下，大 G 车灯闪了几下，果然是老畜生的车，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，倒霉到家了。我朝他吼道：“赶紧挪车，我没空陪你玩。”老畜生嘴角扯起一抹蔑笑，双手交抱，一动不动。你到底挪还是不挪？不挪，你能把老子怎么样？我眼眸里迸射出熊熊烈焰，一字一句强调道：“挪还是不挪？”老畜生仍旧站在原地嗤笑。我扭头回到驾驶位，这时胖女人也带着小畜生过来，老公要让他跪下来求我们，磕头道歉。我冷哼一声，对老婆说：“老婆，你们先下车，离车子远远的。”老公，你要做什么？老婆眼里闪过一丝担忧，放心，我现在很冷静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见老婆和儿子远离车子，我一脚油门，直接撞向大 G， 轰！随着一声巨响，我挂档倒车，再撞，轰轰轰，来回几次，大 G 车门被撞凹，而我的哈佛完好无缺，只是出现轻微刮痕。老畜生懵了，气急败坏：“你敢撞我的车？你知道这车值多少钱？”
卖了你全家都赔不起。我不理他，继续油门踩到底，撞上去，轮胎摩擦地面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。哈佛一路推行大巨冲向山坡，随后大巨翻滚着直接坠落山崖。完了，老子200多万的车呀，贷款还没还完呢！啊！老畜生瞪直了双眼，直接跪地抱头痛哭。小畜生和胖女人同样失去了表情管理能力，呆愣在原地。老畜生彻底疯了，捡起地上掉落的高尔夫球杆，拼命砸向我车的挡风玻璃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挡风玻璃爆裂，玻璃渣子弹射，划过我的脸颊，留下一道道血痕。我推门下车，他立马向我挥动球杆，我抬手抓住球杆，你死定了，知不知道？他面目狰狞，朝我咆哮，今天老子就废了你，还有你老婆孩子一个都别想跑！老畜生用力抽回球杆，他力道很大，但我比他更大，死拽着不放。他甚至用上了2只手来拔，也无法撼动我半分。我常年搬运货物，而且做过力量训练，力气可比一般人大得多。他一个普通人，养尊处优，哪有可能比得上我？我把车钥匙抛给老婆，老婆，你开车，先把欣欣送去医院。那你呢？我暂时走不了，我要留下来等警察。老婆坐到驾驶位，系上安全带，又对我说，老公，你可别把他们送进 ICU 了，要是出了事进去了，我马上带儿子改嫁，不会等你。老畜生停止了动作，嗤笑一声，好大的口气，谁送谁还不一定，你就准备去 ICU 探望你老公吧。我勾起唇角，笑了笑，放心，老婆，我现在很理智，知道后果，会跟畜生先生好好讲道理的。老婆眼眸微红，点了点头，一脚油门把车开走，没开出几米，一道肥胖的身躯挡住去路，不许走，撞我家的车，就想跑吗？门都没有，老婆紧急刹车，才没把胖女人撞倒。对方趁机扑向引擎盖，胳膊伸进挡风玻璃，一把揪住老婆的头发往外拽，贱女人，敢撞我！我撕了你的嘴脸！胖女人使劲拽着老婆，一巴掌一巴掌扇在她脸上。我怒火攻心，就要冲过去帮忙，只见儿子在后座翻出羽毛球拍，狠狠砸在胖女人脑袋上。我不准你欺负我妈妈！胖女人吃痛，手一松，老婆反过来抓起她的胖手，张开口就咬啊！胖女人痛叫一声，老婆趁机踩下油门，方向盘一打，直接将她甩飞，随后沿着山路离开了。见车辆渐渐远离视线，我松了口气，眼神骤然锐利，心里那只禁锢已久的凶兽早已挣脱枷锁，冲出囚笼。现在我就要活生生打死他们！老畜生还在用尽吃奶的力气抽回球杆，有种松手，跟我单挑。好啊，来单挑！我冷笑一声，甩开球杆，老畜生差点栽倒。等站稳后，他立马朝我脑袋挥动球杆，球杆结结实实砸在我的额角，我身体不动，脸一偏，额角缓缓沁出鲜血，我唇角一挑，发出阴冷的笑声。这可是你先动手的，我可是看过第20条的人，接下来可要正当防卫喽！你个狗杂种，有本事过来打我呀！这可是他叫我打他的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我就却之不恭了呀！我一把抓住球杆，然后用力一拉，巨大的力道迫使老畜生手掌脱力，我将球杆甩在地上。老畜生的大巴掌随即扇来，我迅速钳住他的手腕，然后顺势反拧，咔嚓一声，他整条手臂被我拧成麻花啊！他惨叫一声，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。你刚才就是这样扇我儿子的是吧？我露出诡异的笑容，放开我！他声线开始颤抖，被我制住。他竟然还敢居高临下的看我，不爽！我一脚踹在他膝盖上，他扑通一声，双膝跪地，给我拜年。你！老畜生目眦欲裂，不停问候我全家，还不服气。我掏了掏耳朵，又一拳头砸在他的面门上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他鼻骨应声断裂，伴随几颗断掉的门牙掉落。老畜生满脸是血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终于回归畜生的本性。他害怕了，求饶了，大哥，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好好谈谈。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我的拳头说不想跟你谈，他只想轻轻地摩擦你。不要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打伤你儿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好吗？这么快就怂了？你刚才不是很嚣张，说要废了我吗？我把脸凑了过去，来呀，往这里打！我跟你讲，今天要么你打死我，要么我打死你，你2选1。老畜生慌了，我刚才嘴巴吃屎了，说的都是屁话，你就把我当成屁放了吧。对了，我有钱可以补偿你儿子，100万够不够？不够可以再加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我又是一拳砸了过去，他脸凹陷进去，实在不解气，继续打，1拳、2拳、3拳，他一口大白牙全被我打掉了，血喷的到处都是。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出一把硬币，一枚一枚弹在他脸上，边弹边说：“你不是喜欢拿钱砸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有相同的癖好，只不过我钱没你多，只能拿硬币砸你了。你要多担待啊！”他五官扭曲的不成人样，硬币用完，我揪起他的头发，温柔地说：“我时常告诫儿子，遇到霸凌要勇敢反抗。他很听我的话，大胆地反击了。倒是我这个做父亲的窝囊，没有言传身教，我应该一开始就打残你，就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。”他啊巴了半天，我硬是一个字没听懂。我老婆说我把人送进 ICU， 可没吓唬你。他说的全是事实。我开始巴拉巴拉地跟他说，上个月交通故事，我被开保时捷的富二代用酒瓶砸脑袋，我捂着血流不止的后脑勺跟他讲道理，他一身醉气，不停叫嚣着要弄死我，最后开车逃离。我开着半挂一路追赶，他还挑衅地别我的车，最后我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，当场将保时捷碾成铁饼。富二代进了 ICU， 由于他醉驾涉嫌危险驾驶，我屁事都没有。为什么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不讲道理的人渣存在？我一直想跟你们好好讲讲道理，你们偏不听，还动手打我。老实人就一定要被人欺负吗？有钱人就很了不起吗？
终于，我意识到讲道理这一套根本行不通。幸好我略懂拳脚，也能说服他们。我抬起脚，一膝盖磕在他下巴上，他下颚骨应声碎裂，一口黑血喷在我脸上，老畜生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我准备继续教育下打我老婆的女人，谁知他先一步出现在我身后，一把拽住我的头发，发了疯似的用指甲挠我。你个死男人，敢打我老公，老娘跟你拼了！他又抓又扇，跟个泼妇似的，把我衣服全都扯烂了，身上多出无数道指甲痕。单从战力来说，胖女人要比老畜生强多了。别看老畜生人高马大，实际打起来跟个鹌鹑似的，连女人都不如。我反手揪起女人的头发，然后用额头撞向她，她的头肯定没我的铁，直接被撞得头破血流。我浑身浴血，像个死神一样一步步逼近她。胖女人脸上全是惧色，蹬腿连连后退。你别过来啊！我喊非礼了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。嘿嘿嘿，她害怕了，我兴奋了，揪起她的头发。你刚扇我老婆耳光，是不是很爽？这回该我爽一爽了。说罢，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扇得他找不着东西南北。我再扇一下、2下、3下，啪啪啪，清脆的响声不断回荡在山林里。我把他扇成了猪头。哦不，他本来就是猪头，只是现在更像猪了，还是一头死肥猪。撂倒2人后，我环视四周，没有发现小畜生的身影。看到父母被打，他早就被吓得屁股尿流，逃之夭夭了。但这里是山里，一个小畜生能往哪跑？肯定是往人多的地方跑。我嘴角扯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小猪猪，大灰狼来了喽！嗷呜！我一路寻找小畜生的踪迹，来到儿子出事的水潭。小朋友，有没有见到一只畜生经过？我问玩耍的小孩，他们齐刷刷指向水底。我一低头，就看到小畜生正潜在水底，瑟瑟发抖，倒是挺会藏的，害我找了半天。还有这肺活量，倒令我佩服，很适合跑马拉松。只可惜小小年纪，心眼太坏，妥妥的恶魔胚子。如果不及早教育，将来一定会成为社会的毒瘤。我耐着性子等他出来，没多久，他气岔钻出水面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我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小屁孩，你长能耐了，居然打我儿子！叔叔，啪！一想到他扮水鬼害我儿子溺水，我就来气，不给他任何狡辩的机会，直接一巴掌伺候。他被我打懵了，捂着脸颊扁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呜呜，不许哭，憋回去。啪啪啪，他不哭了。我接着问他，你还想不想吃西瓜？他身体抖成筛糠，拼命摇头，不吃。跟我客气啥？你不是自来熟吗？我揪着他的头发一路拖行，他四肢拼命乱蹬，不停求饶，叔叔，叔叔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摔烂西瓜，浪费粮食。还有呢？我问，还有，我不该欺负弟弟，不该藏在水底整蛊他，害他溺水，我不该抢他水枪，用石头砸他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喊着。我笑着说，很好，勇敢承认错误是个好孩子，叔叔原谅你啦。小畜生长长吁了口气，如释重负。我唇角一挑，不过呢，叔叔说过要请你吃西瓜，绝不食言。小畜生心里一个咯噔，脸刷的一下煞白起来，苦笑，不吃行不行？不行。我将他整个脑袋摁在先前被他摔烂的西瓜上，来回摩擦，红色香甜的果肉夹杂一股难闻的尿骚味，很是清热解暑。可能是因为太美味了，小畜生感动的哭了。我问他西瓜甜不甜，他害怕的摇头。我又瞪了他一眼，他猛地点头，苦着脸，甜，甜的话就多吃点，不能浪费。来，张嘴啊！我继续友好的喂他吃瓜，直到把瓜皮都舔干净为止。这时警察也赶到了，小畜生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抱着警察的大腿。警察叔叔，大灰狼打我，抓他！呜呜，先生。警察话还没说完，我一脚踹在小畜生肚子上，他惨叫一声，痛苦地捂着肚子，身体弓成大虾。我问他，谁打你了？小畜生连连摇头，没有，没人打我，叔叔你人还怪好嘞。警察都呆滞了，拿出手铐将我铐了起来，老实点，配合警察办事。对了，刚才是谁报的警？我缓缓举起手，警察一脸便秘地看着我，我还以为你是打人的那个。我摇摇头，把事情的经过给他们讲了一遍，当然也包括胖凑畜生一家的经过。警察全程眉头紧锁，周围目睹全过程的群众帮说话，这一家子人很恶心，专门欺负老实人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医生也帮我作证，警察同志，我可以作证，是那男的动手在先，这最多算是正当防卫。警察指着被抬上救护车的残废3人组，这明显是防卫过当，好吧？我被扭送上警车。警察同志，能不能让我给家人打个电话报平安？5分钟。警察冷声道，随后把手机还给我，道了声谢。我拨通老婆电话，哭声随即传来，老公，儿子他。我心里一紧，急忙问，儿子怎么了？他没事，医生给他紧急动了手术，一切顺利。那你哭什么？没，我只是一时没忍住，还好，老婆只是压抑了太久的情绪，听到我的声音突然爆发了出来。儿子没事，真好。老公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好跟他们讲道理？老婆问。有啊，我很友善地跟他们讲道理，他们也很受教，尤其是那个熊孩子，我教育了他一顿，还请他吃了瓜。老婆听出不对劲，刚擦干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老公，你别骗我，到底怎么了？真没事，只要你和欣欣平安无事就行。我苦涩道，只是我可能参加不了儿子的小学毕业典礼了。一阵沉默，我摸了摸裤兜，想找根烟抽。警察叔叔好心给我递过来一根，叼起烟，他又给我点着，我感激地朝他笑了笑。老公，老婆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在呢，儿子醒了，你要不要跟他说话？我嗯了一声，随后听到儿子虚弱的声音，爸爸，欣欣没让你失望吧？那个死胖子欺负我，我勇敢地反击了。我强忍着泪水，哽咽道，没，欣欣很棒很勇敢，爸爸以你为荣。许久，电话那头传来老婆的声音，老公，你也是我们的骄傲，我跟儿子会等你出来的，你不是说要带儿子改嫁吗？我调侃道，
你休想摆脱我，就算你关一辈子，我头发花白，牙齿都掉光了，也要等你回来。凉风徐徐，吹走了我阴郁的心情，我吐出一口烟雾，轻声说道：老婆，我爱你。后记，我其实已经做好被法律制裁的准备，在看守所待了几天，警察跟我说，原告说不起诉你了，想私下协商调解。刘能先生，你自由了，不起诉我。我开心地抱住警察，谢谢警察同志，同志们辛苦了。老婆来接我，我们紧紧相拥，喜极而泣，来到医院。儿子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，在病床上写作业，真是个用功的孩子啊，这一点像我。后面2天，我发现老出生也住在同一家医院，听说他刚从 ICU 转普通病房没多久。为了感谢老出生先生的不告知，我提着果篮去探望他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全身缠满绷带，像个肉粽。我不好意地挠挠头，向他道歉，抱歉啊，一不小心就把你打进了 ICU， 你还好吧？老出生先生见到我很是激动，身体剧烈摇摆，不一会就尿了。我好心地帮他叫来护士，护士姐姐说麻烦死了，大小便失禁，短期内恢复不了，这么严重，真是罪过呀！我心生愧疚。老出生先生阿巴阿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护士姐姐帮忙翻译。他说：魔鬼，你是魔鬼，不要过来啊！好吧，老出生先生不肯原谅我，我只能跟他握手言和，结果又把他送进了 ICU。4年，又是一个炎炎夏日，我切着冰镇西瓜，一个瘦瘦的熊孩子看着我手里的瓜，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：叔叔，我要吃你的瓜，可以呀。我把整个瓜塞给他，看他愣在原地，提醒道：你不把瓜往地上摔吗？他疑惑为什么要摔，我咧嘴一笑，露出阴鸷的眼神，这样我就可以跟你好好讲讲道理。全文完结。